为什么长大会觉得好像变少一点点幸福感？我只要每次想做什么事情，我就是那种标准事与愿违的人。现在我们要去，哇，好恐怖！我真正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想来找这些东西。到那一站的时候，想变成是小时候的我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我是露露黄露子英，我来到了芬兰，这是我的列车人生。我们飞行了18小时，来到了芬兰。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芬兰。这里呢是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现在虽然说只有6度，而且天气还阴阴的，不过在这边都可以感受到芬兰的幸福感。飞了快8000公里，我来到了北欧5国之一的芬兰。夹在俄罗斯和瑞典之间，芬兰是欧洲的第8大国，国土大约33.8万平方公里，但人口却只有560万。真的是地广人稀。走在这座充满设计感的城市里，真的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进入芬兰的慢活节奏。我小时候对芬兰印象就是，哦，鲁鲁米就是住在芬兰呢，好像是一个很冷的地方，然后很干净，那边人都很快乐。根据全球幸福指数报告，芬兰在140多个国家中脱颖而出，连续7年拿下世界最幸福国家的冠军。我很好奇耶，芬兰人是对生活的要求不高，所以很容易满足，还是这里的环境和制度好到让他们没有什么烦恼呢？When people talk about the happiest country, they sometimes confuse it maybe with like joyfulness. Yes. But I think it's more of like it's a very secure place to live. Secure. It's good, like life quality is really good. So we're both on paid maternity leave, so that's a big bonus, I think. I kind of feel like this. Yeah. You can stay at home for a year. Oh. About a year. Yes. So you're surrounded by water. Oh. Everywhere where you go, and a lot of nature, and just these beautiful buildings. Yes. And quite a unique culture in itself too. I don't think we chase happiness. Oh. We just live. Hello. Okay. 好厉害哦 ！Thank you, Hannah. 为什么我长大会觉得好像变少一点点幸福感？是因为你工作久了，你可能会对于这个工作，你会开始少了一点热情。我每天打开网络上，就还是有很多骂我的人。虽然说有喜欢我的人，但是我觉得那个爱会被消磨掉。但是小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嘛，多想的时候反而会觉得好像幸福变少了，没有那么纯粹。所以我觉得这趟来，我也是想要找回一点那种小孩的眼光。最纯粹的幸福感是什么？或许每个踏上旅程的人都在找心中的那一站幸福。这次来到芬兰，搭上时速200公里的列车，却让我静下心来去想，什么才是自己的幸福？芬兰的国铁 V2 贯穿全国主要城市，为这个地广人稀的国度带来了交通的方便。列车从首都赫尔辛基出发，行驶超过800公里，最终抵达北极圈内的小镇凯米耶尔维。途中还会经过童话般的圣诞老人故乡罗瓦涅米。这次还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要去追极光嘛。
其实我很想看到极光，但是我一直不敢把这个念头放太大，因为我只要每次想做什么事情，我就是那种标准事与愿违的人。像我以前金钟奖也是啊，我太想要拿到了，但我就是没有。综艺节目最佳主持人可是我真正放下心情，就是没关系啊，反正我觉得我已经做很好了，那他就会给我了。所以我就想说，好，我这次来的心情我就要放轻松，我不是为了极光来的，我是为了想要体验人生来的。在芬兰这边的列车真的是超级可爱的，我刚刚手机已经拍了很多照片。你看这个，他是一个男士，然后你远看以为他戴帽子，对不对？上面他是拿咖啡。我这一次搭乘的列车，除了标准车厢外，还设有无障碍车厢、宠物专区和亲子友善车厢。贴心的设计满足了不同乘客的需求。因为我觉得在列车上，虽然说时间比较慢，可是你沿途经过的每一站，其实真的都很像人生风景。从我现在是大人，这是一个时空列车。哇，慢慢回，我现在33岁，经过一站变20岁，经过一站我到小时候的露露，到那一站的时候，我想变成是小时候的我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芬兰的冬天长达4个多月，天黑得早，平均气温零下20度，但当地人早就习惯，甚至还想出了办法来御寒。据说西南部的坦佩雷被称为世界桑拿之都，这让我非常好奇，难道这就是芬兰人维持幸福的秘诀吗？芬兰人口560多万，但我听说啊，全国的桑拿居然超过300万个哎，这等于平均2个人就有1个桑拿。哇塞，他们也太幸福了吧 Hi Nora. Hi, Nice to see you. Nice to see you. Are you still working? Nora 是一位上班族，身为部门经理，要领导10人团队，一周工作40小时，有时候还得加班。但不管再忙，她都会抽出时间蒸3次桑拿。So you work here, and after your work, Okay. you go to sauna. Yeah. I mean, that's way to relax and get your mind to something else than work. 芬兰在高纬度地区，一到冬天又冷又暗，特别难熬。北极圈内的地区更夸张，每年几乎有51天看不到太阳，气温可以降到零下50度。也难怪桑拿成了芬兰人最爱的取暖圣地。Hey, here we go. Super cold. OK， 我要进去了，我人生的第一个桑拿。在台湾当然做过类似像什么三温暖啊、陶板浴啊、石板浴这种，但是我觉得它跟芬兰的桑拿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芬兰实在太冷了，在台湾我们没有感觉不到那个真正的温差多大。现在温度越来越高了，应该是华氏110度左右吧。他们说这边是超过70年历史的桑拿室，所以它没有很华丽，可是这就是芬兰人的日常。But when you look at people in sauna, we are quite packed. Really? Because the sauna? If the sauna is full, then we will sit right next to each other. Yeah. So you come to sauna and build relationship. Yeah. You can meet new friends here in the sauna. It kind of unites you. Yeah. 还有一项活动跟桑拿超有关的，那就是冰泳。芬兰有千湖之国的称号，全国有多达18.8万个湖泊。芬兰人喜欢在桑拿完之后跳进湖里，不管什么季节，就连冬天也要跳进冰湖里。Yeah. It's time. Wow. Feel the water. 现在是舒服的耶。Yeah, it's okay. Yeah. Now, but 渐渐的变冷了。Oh, that is mission
调戏了。好，我现在呢，Dora示范完之后，我就要下去了，我已经感受一下那个冰度哦。好冰哦，好冰哦 ！No， 你看我的脚已经不是我的脚嘞。我亲身真的自己做过芬兰的桑拿之后，就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透过桑拿来释放自己的压力。因为在很热的时候，真的好热好热，走出去的时候，你就只忙着顾着好冷好冷好冷，所以你会很 focus 在那个当下，你就完全没有时间去想你的那些压力。Welcome to Finland and do the sauna, and you will be like me 。我觉得很难的一件就是活在当下，但那个时候你就可以100%的活在当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当主持人、歌手、演员，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风光又厉害，但其实还是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一面。光是身份的转换，对我来说就是有压力了。在譬如说，大家知道可能台湾的节目综艺大热门啊，我在里面就是搞笑，然后当宪哥旁边的调皮鬼这样。可是当我在主持典礼的时候，我又要变成一个主持人，我又要控制全场。我没办法做到大家期待，我会觉得很伤心，所以可能这也是我的一种无形的压力。来到这个号称全球最幸福的国度，我意外地发现，芬兰的幸福其实也有两面。生活在冰天雪地里，没想到芬兰的抑郁症比例竟然排到世界第9。自杀案件当中，将近1/5选择跳轨轻生。没想到摘下芬兰人幸福的面具后，他们的内心挣扎其实跟我们一样。或许只有真正了解心中的想法，才能明白芬兰人为什么这么努力的在追求幸福。距离坦佩雷火车站大概3公里远的地方，有一个森林叫是 Copy Forest。我在那边约了一个森林爱好者，听说他很懂大自然的一切，我请他带我去体验一下，有什么不一样的新发现。芬兰有个美誉叫做森林王国，差不多80%的国土都是森林，森林覆盖率在欧洲排名第1。不管是夏天、冬天，芬兰的森林总能给人们带来不同的感受和无限的安宁。Good to see you. Thank you. Yeah. Thomas 是一位生态导游，从小他就超爱大自然，还是一位蘑菇达人哦。今天我很开心向他请教。So the forest is your office. Yeah, I would say that and a damn free office, and sometimes it rains. Yes. Sometimes it snows. I cannot control my office, and that makes me humble too. Yes, yes. 在正式走进森林之前 ，Thomas 说他得先做个特别的仪式。Okay. So forest and all the spirits of the forest. We have international guests, and they would like to see your wonders and your beauty. I ask humbly if you could provide us some edible mushrooms we can pick. And as a counter gift, we also collect trash from your ground. 我刚刚在那边的感觉是，我们就是每个人都很小，在森林面前，在大自然面前，我们就是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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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抱着很敬畏心情，我们要进去，就是有一种很自然被完了，好可怕，被感动的感觉。
here I have a mushroom knife. Wow. And here's the blade part. It's not really sharp. Yes. And then there's the brush away from the mushroom. Thomas 跟我说，芬兰有超过2000种的菌类，但大约只有200种是可以吃的。I take this little piece of the cup and I put it on the tip of my tongue, like this. And I don't chew it. I just let it stay there for maximum half a minute. 这个他在检查有哪一个蘑菇是可以吃的跟不能吃的，他就这样蹲在旁边这样拿起来吃，然后就噗 ，OK，this is available。然后说他是这样，他是神农氏哎，就是芬兰神农氏本人。Maybe I can try one Yeah, more. yeah. Is that okay? Yeah, This one? and you can also see if there is also something. 哎，真的要这样子往下去。哦啊，这样子就会很漂亮，然后也不会伤害到那个 mushroom 本身。And cut it off. Yes. Okay. The other part of the leg. 好笨哦。And I also have a mission. Finland is the happi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but I heard that the depression rate is high. Why? Yeah, well, it's a really complex and broad question, but I have my own experience also, like from recovering from depressions. I feel that, of course, like the societal conditions, for example, there's alcoholism. In my experience, it was also bullying at school. Something that, affected me.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忧郁症就是很可怕，我就是要赶快逃离这里。但是他说他觉得这个就是在我们人生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就是好好的面对它，就是快乐也是一种，然后忧郁也是一种。I actually got a really good angle from one of my therapists, and he said that, imagine that depression is kind of the wise elder that has taken you to confront your weakness. And I start then, evolving techniques, like meditating, for example, and doing sports, and going swimming. Swimming. And forest especially, that I can go into the forest. I think that has been one way I have survived in this life. 我觉得真心很难，我感受到他的真心真意，而且他对大自然是毫无保留的。我觉得那天的情况是我们大家穿很冷，穿得很厚，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 naked。Alla tähtien loisteen ja yksin pimeyteen, vaan alla pohjan tähden minä lähden kotiin. 在日文有一句话是讲一期一会嘛，就你可能一辈子只会遇到这个人一次。那这个画面也是无法再复制的，所以他很真心的唱那个歌，然后我很真心的在听，然后我也很真心的感受整个环境的氛围，然后我都觉得很珍贵。被森林包围的那一刻，让我想起单纯又快乐的童年时光，特别是圣诞节。下一站就是让我最期待的地方——圣诞老人的故乡罗瓦涅米。圣诞老人，终于找到圣诞老人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圣诞老人列车。从坦佩雷到罗瓦涅米，圣诞老人列车行驶大约8个小时。列车里除了普通座位，也可以选择卧铺车厢。哇，人生第一次来到要坐夜铺的火车，真的是蛮不大的，但是我很幸运，我刚好一个人睡，不然平常是这样2个人。然后呢，行李箱其实也就是这样，是打不开的，会刚刚好放满。但我很好奇他们的浴室长怎样。这个吗？你进得来吗？这样看起来只有厕所啊！你看，哦，这边洗澡。
这趟列车不只是一个交通工具，也是芬兰冬季旅行必打卡的亮点。车厢装饰精美又可爱，一走进去就像来到了童话世界，大人也能找回童心。而且啊，车上还有正宗的北欧圣诞美食哦，让节日氛围更浓厚。随着列车越靠近圣诞老人村，我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你知道吗？你就是有一个很想念的人，可是你不知道你这辈子有没有机会见到他。你为了不要让自己陷入一个童话破碎的情况里面，你就会觉得说算了算了。但还是期待可以看到，我还是有那份期待的心。这里是全世界最有圣诞味的小镇——圣诞老人村，每一年都有超过50万人来朝圣。其实，早在1909年，圣诞老人列车就诞生了哦，把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都带来这个梦幻的地方。And good morning also to the sleeping cabins. It's about 20 minutes and we will arrive to Rovaniemi. 你看北欧的天空，越靠北方，然后它的日出就会越晚。现在是7:09，看起来有没有像半夜12点？超级黑的。然后现在因为已经快要接近站了，所以看到越来越多亮亮的灯在外面。罗瓦涅米是世界上唯一在北极圈内的省会，每年到了圣诞节，气氛特别浓厚。现在呢，我们要出发到全世界最有名的圣诞老人村。我听说圣诞老人原本住在芬兰的耳朵山，因为这座山像耳朵，让他能听见全世界孩子们的心愿。哟呼！我是圣诞老人村的经理，我回到我的家了，耶！1985年，童话中的圣诞老人村正式在罗瓦涅米定居。从那个时候起，芬兰就成了全世界唯一官方认证的圣诞老人故乡。接下来是我最期待的行程。我们飞了那么久，然后走了这么远的地方，就是为了来见他一面。这么多年来，我采访过各式各样的人物，但接下来的访问，在脑袋里彩排多少次都没有用。现在的我感到超紧张、超兴奋。好紧张哦，圣诞老人就在里面。Good morning and welcome to the Lapland Arctic Circle. So please come close. How are you today? Yes. Oh, can I hug you? Yes, you can. 但是真的很好了啊！好开心啊 ！I'm so glad to see you. I'm glad to see you. 我明明没有见过这个人，但我觉得好熟悉，好像把过去那些拼图遗落了拼图一块一块拼起来。Well, first of all, I actually prepared some present for you. Oh, Usually you give present no, to everybody. That's true. I'm not so usually. 进入到11月、12月的圣诞老人，他这么忙，然后12月又是芬兰的永夜，没有太阳哎，真的从台中带太阳饼给他，就是我觉得分享幸福跟快乐给别人的人，他也同时需要人家回馈给他。太阳 Yes, beautiful sun. Thank you, thank you. And I want to ask you, what is your job? First, I don't feel that this is job. This is my life. Oh,
Okay. So, what I try to do is to bring the happiness and everything good for the whole world. Yes. Nowadays, the people don't listening each other so much. I try to tell the people that please listening to others and try to be polite. Yes. Yeah. It's my special time to talk with you. And I'm happy to see you here, and I wish everything good for you also this year and coming years. Yes, thank you so much.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过最厉害的访问，而且现在那个眼泪是什么？就是幸福到哭出来耶！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很，因为你知道，我今年我就觉得遇到很多工作的低潮，反正就觉得我不想做这个工作了，好烦哦。但现在觉得这个工作超棒，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工作，我也不会见到圣诞老人，很感人呢。因为我觉得他就是真的圣诞老人。虽然圣诞老人不是电影明星，但他代表的是大家心中对美好和梦想的寄托。在圣诞节期间，每天有超过3万封信寄到圣诞老人邮局，小精灵们也忙翻喽，每封信他们都亲手处理。So these are letters that come to Santa Claus each year. Yes. He gets over 500,000 lett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这里就像通往童话世界的邮局，游客都会把握这难得的童真时刻，从这里寄出一份充满圣诞魔法的祝福。OK， 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个邮戳刚刚盖的，就是从这个邮局寄出去的，才会有这个特别的邮戳。千里迢迢来到这里，除了寄明信片给家人跟好朋友，我决定也写一张给未来的自己。那这个呢，要寄给今年圣诞节自己，然后提醒我这个11月初的时候来见过圣诞老人。来喽，从这边，圣诞快乐 ！Yes， 完成，赞。见过了精灵和圣诞老人，怎能不去拜访陪他闯天涯的可爱伙伴驯鹿呢？驯鹿非常适应北极的寒冷气候，它们不但是圣诞传说中的明星，也是芬兰北部萨米文化的重要象征。So many animals, cute animals, and why Santa Claus choose reindeer to be his transport? Because the reindeers are very strong, and in the Christmas Eve, the reindeers can fly. So it's the best transport to give the gifts all around the world. 从2019年开始 ，Walter 就在这间驯鹿农场工作。他跟我分享，驯鹿看起来乖乖的，带有点高贵的气质，但其实也蛮有个性的哦。Gabana， 嗨！哇，好可爱哦！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的看到驯鹿哎，而且他今天穿了好漂亮的衣服哦。You can sit down. Okay. In the first one. Okay. 哇。Okay, I think you're ready, right? 哇！开始了！哇，开始了！来看一下这边的风景。实际坐上去驯鹿雪橇，我有点不敢相信是真的驯鹿7岁的前辈在前面，2岁的晚辈在后面，然后还有我们的同事 Water。Oh, you stand on this? Oh, wow, cool. When we have snow, we don't need to walk next to the reindeers, so we can be here and be near the customers and tell them if they have questions. Oh, I get it. And Walter, I believe Santa Claus is real. And how about you? You trust in Santa Claus? Of course I do. Yes. I wouldn't be working with these reindeers if I didn't believe. 22岁的 Walter 让我看到我们相像的地方，那就是我们都真心相信童话的美好，也都在做让人开心的工作。你问我觉得我快乐吗？我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一直都是这样子的状态。可能有的时候我有感觉到我好像有点沮丧，就像我说遇到低潮的时候，所以我觉得那个我怪怪的。如果以Pantone的色号来讲的话，我的基底是属于比较明亮的那一块吧。我很希望我身边的人都是开心的，我也希望我可以把我的太阳感染给大家，这样子。这里的气温虽然接近0度，但我的心里却是暖暖的。芬兰带给我好多的惊喜和感动，但我心里还是在期待着能在夜空中遇见那个奇迹。我跟他有缘见上一面吗？天文学家用罗马神话的曙光女神欧若拉来形容极光，因为她就像女神一样神秘又难捉摸。我这辈子还没看过极光，但在这之前，我得先上一堂特别的课。但天空真的好多颜色哦，就是完全渐层的。我们通常就想说，哇，有湖泊又来了，好美啊！我本来以为搭这么早的列车会很想睡觉，本来打算用这1个小时补眠，但是根本没办法。来到凯米耶尔维，沿路看到结冰的湖泊，其实也藏着一项流传了好几百年的活动哦。Hi, I'm Lulu. I'm Sami. Sami. Jarmo. Jarmo, nice to meet you. And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now? Ice fishing. Ice fishing. Okay. 听说芬兰的渔夫大多习惯单打独斗，但2年前 ，Sami 跟 Jarmo 决定合作，结果超出预期，工作效率提升了不少。第一次走在冰湖上面呢，而且是一望无际的冰湖哎！你看这样整个看过去，这里整个都是他们的办公室，我觉得这真的好厉害哦，好梦幻哦。我眼里的新鲜体验，在当地人心中却是冬天最实际的生活方式。冰钓对我们的意义真的很不一样。哦，亲一下旁边的小碎冰。So we want the sides smooth. Smooth, 哦。So the net doesn't get stuck. 啊。冰钓并不简单，除了要确保冰层至少70毫米厚才不会掉进水里，还得在超冷的天气当中坚持下来。他们两个都没有戴手套哎，你看我们每个人没有碰冰水，然后手套戴成这样，他们是直接用手 directly， 然后手插在冰水里面。Are you okay with your hands? You have warm. 哇，好冰哦！ Jarmo 和 Sami 跟我说，学冰钓不难，最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体力和耐心。So fast, so fast. 哈哈啊，that's cool！ 我刚还在想说，2个洞啊，他们要怎么把渔网这样怎么连起来，怎么用？原来是用这种方式。Sami 原本是一位猎游向导，但是因为太爱钓鱼，2年前决定转行，成为了专业渔夫。There's bad days and good days. Yes. But still, I never in the morning feel like I don't want to go to work. Every time you get up, you just think, "Yay! I'm going to fishing!" Like this. Kind of, yeah. Yeah. And but in a more Finnish way, which is more. Oh, fishing day. Yeah. Yes, exactly like that. Like I'm still happy, but I might still look like I'm not. So what keep you going? We have the Finnish word sisu. Sisu? Sisu. What is sisu? So it's like no matter what happens, you just keep going. That kind of fighting spirit.
我觉得我没有感受到他们想象这是一个辛苦的工作，或者我就是做这个只是为了赚钱。他们是因为真的喜欢，就算拿着这一堆很重的东西，拖着沉重的这些器具往前走，那些背影看起来都非常 enjoy。The rope is kind of a little bit heavier than that rope because it has fish in it. No? Maybe. Or oh really? 这是一条没有终点的线吗？请问 Okay, now there's a fish 有吗？ coming. Pike. Wow! Wow! Amazing! Wow! That's cool! I'm sorry. Wow! What a blessing! I got a fish! 因为这是你自己钓起来的，所以你就会知道它有多辛苦。哇，4天前要来滑动，然后再把它拉起来，一边拉起来一边发抖，而且很重。这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必须一定要有满满的热情才能做的工作。How do you feel to live in Finland? Yeah, I'd say I'm happy living here. Yeah, and happy doing this job out here. Yeah. You think what is happiness? Luonto ja tämä ympäristö, eli metsä, järvet, ja yksi on hiljaisuus sitten. Oh yeah, I feel silence and I feel very calm here, and everything get peaceful here. Yeah. Now you can hear this silence. Yes. 芬兰的夜行列车就像载着大家的希望和梦想，往幸福的方向前进。它不只带你来到圣诞老人的故乡，更会一路开到极光圣地，说不定还有机会和神秘的极光女神欧若拉浪漫相遇。来到芬兰，一直到今天，每一站我都非常的幸福跟非常的满意，所以我希望幸运女神再多眷顾我一下子吧。极光，我来了。我们这次找到了一位非常有经验的极光猎人，希望今晚有他带路，幸运之神能够站在我们这边。Wow, super professional. Yeah, you need to have a good camera with fast lens. Yes. But you also need a lantern. Lantern. To get enough light to get nice light on your face when I take a picture with the northern lights. 哦，所以这个是要拍美照用的。Yeah. OK， 还有专业的摄影机 ，of course. How many years you chase aurora? I have born here. I have shown my first auroras like when I was 3 years old, and I have 3 years old? Yeah. Wow, how lucky you are! I see like 100 times in a year. Wow, no way， 好夸张哦。Okay. Yari 一直对大自然有满满的热情。半年前，他大胆地辞掉了稳定的教师工作，跨界当起了风景摄影师。虽然说原本老师的工作薪水也不错，但是他觉得他更想做的是他真正喜欢的。我觉得这就是最终极的工作的目的。Yari 跟我说，芬兰北部偏远地区光害少，一年中有超过200天能看到极光，就像是极光的天堂。它的那个 app 的数据非常清楚哎，它这个呢是每一个每一分每一秒，然后它的比如说数值在多少以下就是稳定，然后所以从它的语气很兴奋的，我觉得也可以感受到我应该是会有不错的极光出现哦。有人说看过一次极光就能幸福一辈子，
但也有人带着期待来，最后带着遗憾离开。现在我们要去，哇，好恐怖！然后这个路非常之难开，然后你也会觉得说，如果没有这些中途的黑暗，你不会觉得你最后看到的那些光是很多美好的。这边他的朋友已经帮我们把那些灯都已经亮起来了。I've been here for like 6 days. I found the beauty of nature in Finland, like a forest. Ice swimming after sauna and here. Yeah, quite simple. Even I have seen like hundreds of northern lights. Every time they appear in the sky, yes, I still get really excited. Super amazing guy. The lake won't be melted. And behind you can see Northern Light. Yeah. Look at there is. Oh, yeah. Wow, yeah. I see it. Wow! It's magical. 我们对极光的想象，其实就是张韶涵的那首歌嘛，《欧若拉》。对啊，我们最印象最深刻就是“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这样，我现在觉得那个词写得很好哎。Yeah, I think we are lucky tonight. 在那个极光出现的时候，每个人都疯了，我们又叫又跳。Wow! That's why we came here, yeah. Wow, it's getting brighter all time. Woo! 其实我们刚刚本来差一点点就要走了，然后大家正在往外移动的时候，他就来了。就真的很多事情就是你再坚持一下下就好，他就来了，他就会给你了。谢谢，我觉得很谢谢所有的事情。这一晚，我们竟然看到了6次以上的极光大爆发。雅语说，这种情况非常少见，根本是天文奇观。我心里突然有种感觉，也许这就是宇宙想提醒我们，要心存敬畏和感恩。This is where we started. Yes, this is already beautiful. Yeah. 来到芬兰，就是每个人给我幸福的答案都不一样。我觉得幸福就像是极光那样子，它可以是任何形式，它可以长这样，可以长那样。你只有你自己真正经历过，才知道你要怎么形容极光，你要怎么形容幸福。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心中的那一道极光，跟属于你自己的幸福，因为每个人的形状会不一样。我觉得坐在列车上就是真的很像是人生的缩影。我们每一站会遇到不同的人。这几天我们历经了不同的风景，有可能时候是一片黑暗，我们也看到一片雪景，也看到早上日出的样子。但我觉得外面的风景千变万化，你觉得美不美，全部都是因着坐在里面的人怎么想。如果你的心情是好的，你看外面就算是一片黑暗，你也不会害怕。我觉得也有感受到，我原本想象了，我想要坐在上面，好像是时光列车一样。我带着那样子的想望坐上车，真的闭上眼睛，张开来，看到的人就在我面前。我觉得重点是你心里有没有相信。如果你愿意相信，这一切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I wish very successful to everybody. Dear 亲爱的未来的自己，请记得这一刻你的感动。圣诞老人提醒你要倾听，并且保持礼貌，永远保持良好的关系 with your family and friends。不管世界有多糟，有他们就够了。
我非常感谢这份工作带我到世界的尽头。I was born to experience and share。永远保持好奇心，持续欣赏这个世界。And you will be fine. Remember, always be proud of yourself. Lulu.